吃点什么才能对胃好？您有没有想过，您什么都不吃，对胃是最好的？真正养生的方法，看一看其实都不太花钱。比如说，调好嘴。什么叫调好嘴？以前都说管住嘴。我们有没有可能，即使吃的东西没有变化，但是我让你进食的顺序发生变化？你相不相信？大家最担心和关注的那个血糖指标就有所改善呢？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我们一般可能会先上一些荤菜，但是大量的营养学证据告诉我们，应该先吃一点青菜，先吃素的，先吃一点沙拉，甚至水果。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应该把水果前置，然后在你的胃里面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我们说对我们下来的糖脂吸收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缓冲体系。所以你的口感其实还没有变，你吃的东西的种类也没有变，仅仅是顺序不一样了。那你可能你的整个的血糖耐受，饭后的这样的一个血糖的曲线，包括整个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的曲线都变得更加的平滑。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不是简单的管住嘴，而是希望大家能调好嘴。接下来其实就是迈开腿。这里说的迈开腿，泛指我们要动起来。首先我推荐所有的人在饭后都应该尽量争取能走一个5到10分钟，不能走太快啊，这个可能会对比如说消化系统会带来一些负担，但是还应该保持一定的速度，因为你要告诉你的身体你好像还在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就比你刚吃饱饭就去那躺着。我们看到了我们餐后血糖的变化，就因为你走了这5到10分钟的步而变得更加的平缓了，这对我们的整体的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而每天每一个人，大家一般会说要走1万步，实际上大量的证据告诉我们7000到9000步就足够了。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跑马拉松呢？我并不推荐。我们每个人都该运动是对的，但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从事同一种运动，尤其是极限运动。每一天比较有节律的能够让自己进行一部分的有氧甚至是无氧的运动都很好。更重要的是，你不应该是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都坐着，下班的时候再去锻炼，应该把我们的运动能够混合到我们的这种上班的工作的休息的这些间歇当中去。坐久了就该站起来溜达一会儿。开会，特别是开电话会，为什么不能走着开呢？还有，其实挥拍运动在中国是比较实际的，包括乒乓球，包括羽毛球，有条件了也可以打网球。当然，如果你特别有条件，我推荐您考虑一下游泳。这是我说的迈开腿。第三件事情呢，其实我推荐大家要睡好觉。很多人说我怎么能够去提升免疫力呢？我不止一次的讲过了，免疫力不是提升，免疫力是平衡，而最好的平衡免疫力的方式就是睡觉。一个人只要睡好觉了，那他大概率他的身体的机能是好的。我们非常多的慢性疾病其实都是从睡不好觉开始的，所以每一个人应该能够建立起自己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什么叫良好的睡眠习惯？规律性。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早睡早起，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去熬夜，而是你不能今天8点睡，明天半夜2点睡，这会给你的神经系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你的生物钟也没有这么好调节。我们一般的成年人要睡多少呢？我们看到了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对于现代人来讲，可能每一天6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睡眠周期都是1个半小时，就是90分钟的倍数。比如说你睡4个睡眠周期就是6小时，你睡5个睡眠周期就是7个半小时，再加上半个小时的入睡，所以基本上6个半到8个小时，这个在上床的时间可能够让大部分人去应对下来一天繁重的工作。不要天天想着熬夜啊！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献看到了，可能你在25岁的连续熬夜，会在你50岁以后逐渐可能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归根结底，风物长宜饭养良，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过分的去伤害自己的身体。那睡好觉以外，我还要强调的是做好事儿大家不要忽略了，其实做好事儿会对你有一个正能量的反馈的。这样的一些正能量的反馈会让你这一天都觉得人是有光彩的。我不敢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但是举头三尺一定有规律。如果我们相信善有善报，
那这件事情就会让你长期的处于一种比较健康、阳光、正能量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最好的养生。最后一个呢，我推荐大家一定要高兴起来，所谓乐天派。我们统计了非常多的100岁老人，大家都能讲出非常多的这些习惯，唯一的共性是什么？就是乐观，或者说达观。我经常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观的反义词并不是悲观，而是不乐观；悲观的反义词也不是乐观，而是不悲观。我们慢慢的能活到一个相对来讲平和的状态，有的时候平和不了，就更加开心一点。这么去想的话，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就会处于一个身心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的寿命就是这样大幅度的向前延长了。你肯定会问我了，那么人类寿命的极限到底是多少？在过去，我们确实认为120岁是大概的一个上限。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去推算，特别是在我们过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我们看到的目前有准确的出生证明的这部分老人，他大概就是120、119到121，就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可不能说我到哪一个旅游景点去，有一个老爷爷老奶奶说我已经活到150岁了。其实大家不要信啊，因为他拿不出准确的出生证明。但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的对于整个长寿的研究、抗衰老的研究大幅度的取得了突破，所以去年呢有一本书叫《年龄革命》，它的作者叫谢尔盖扬，原来是一个房地产商，后来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就开始想去做长寿研究了。他跟我讨论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是，我不是简单的说我要活到200岁，而是我希望我要能在25岁的身体里还要活到200岁，我要活得足够长，我要活得足够年轻和健康。我想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不然可能你活了200岁，但120岁以后你就处于一个植物人的状态，这样的没有质量的寿命延长又有什么意义呢？华大基因的董事长也算是我们的老师王健先生，他其实很有趣啊。他在60岁的时候专门给自己做了一个碑，你看一看上面写的是1954到2074，刚好是120岁。我们董事长的讲话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你问他你怎么能做到，他会告诉你，我要生得对，保养好，活得长，死得快。大家当时一听就笑了，说什么叫死得快呢？他说死的时候我们就痛快点，要不然一死个几个月，你痛苦，别人也痛苦，觉得不好听。后来我们就说，那就是活得好又长，走得快而安。轻轻的我走了，恰如我轻轻的来，挥挥衣袖，咱们也为后面的人节约点医保吧。大家就当一个玩笑话听，但归根结底，有时候想一想，如果这一生都活得很精彩，走的时候也非常的潇洒，这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作为华大基因的董事长，我们肯定对他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视保护的。他的肠道菌群，我们是可以定期跟踪进行对应性的调整，包括情绪，因为这几年对脑科学的这种研发进展，我们对于脑磁的研究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发现是可以有效的进行一些脑磁的干预，帮助他解决一些包括睡眠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黑科技都已经出来了。当然，如果我们想想2000年前，那个时候，你说一个人能活多久呢？所谓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大家思考一下，古罗马、古希腊的时候，一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呢？那个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其实还不到28岁。大家说好像知道像希波克拉底呀、亚里士多德呀、柏拉图啊，他们好像都活了很大的年纪啊，幸存者偏差。那确实这个样子，因为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没有记录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人死得这么早呢？首先就是瘟疫，包括传染病，然后可能是因为比如说饥饿、营养不良，然后就是战争等等。当时整个对抗自然的能力还是很弱的。而如果讨论到今天的中国，比如说中国现在的预期寿命已经是78.9岁了，这个数字在全球看起来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应该说，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相比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等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在整个的人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在全球大概都是排40位左右，特别是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比美国其实还高一点。
大家集体是有一个养生的概念的。一个美国人一辈子在他的医疗花费上差不多是中国的19倍，美国所有的医疗健康的卫生支出占到美国总的 GDP 的18%左右，而中国只有7%。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非常多的归功于我们的公共卫生，包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养生的。哲学当中，我们是有这种天人合一的概念，它也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的长寿之乡在哪里？大家可能下意识会反应，比如说巴马呀，或者比如说像如皋啊、像金平啊，大家都会讲出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的确看到了，在这些县域，他们有非常多的超过100岁的群体，但是这个人口基数还不足够大。如果我们把一个区域至少要大于1000万人口作为一个指标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长寿之乡其实恰恰是北上深广杭这些区域。换言之，它还是跟这个区域的教育水平、医疗水平、整体的这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毕竟，当我们离开了健康预期寿命之后，后面寿命的延长还是要靠这个城市的综合能力的支撑，特别是医学水平的高低来决定。但无论如何，我们以前讲人生70古来稀，而今天我们平均预期寿命都已经快到80了。所以如果说这个人70岁就走了，大家都会惋惜啊，70岁就走了。我们就是一代一代的活得越来越长了。我们当然是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代智人，也算是我们的技术上第一代有机会实现永生的群体。我这里没有考虑伦理啊，因为毕竟我是反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体永生。那我们且不说永生，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今天的国人可以大家集体携手迈进100岁人生呢？从全球来看，最先撞线的其实是日本。日本作为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它也是当下全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所以还早在安倍晋三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日本当时就建了一个叫人生100年时代构想推进室。换言之，我们就是这样的寿命越来越长了，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其实老龄化、少子化在全世界非常多的国家，包括中国也都出现了。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就是退休以后还有几十年，你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做好准备呢？为了这个100岁人生时代，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建议。比如说，如果刚才说的是迈开腿，那么为了应对我们的100年人生，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保持长久锻炼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见到我非常多的这些企业家朋友，包括一些大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的朋友，他们如果在80岁、90岁还能保持比较旺盛的工作经历的话，你问他，他都有这种从差不多初中开始这样的一个长久锻炼的一些习惯。然后我会推荐您要一直保持忙碌。大部分人不是因为忙死的，都是因为闲死的。如果你不被别人所需要，那你可能会觉得你对这个社会就没有价值了。所以保持忙碌是维系自己长寿一个好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多交挚友。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知我者二三子，幸矣。我们每一个人总会有一些需要去分享，不管是吐槽还是有喜悦，大家都希望有知心的人能够去分享。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好朋友，不是天天拉着你抽烟喝酒的啊，他应该可以是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他应该是你的可以去分享这些喜怒哀乐的好朋友。然后我们还要终身学习，没有办法，我们过去的求学大概到20几岁就结束了，而今天终身学习要跟得上时代的节奏，这就是我们100岁人生时代所必然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和规则了。那为了改进我们人类的这些健康水平，应该说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一直在努力。比如说更早期的去诊断出肿瘤，帮助大家去对抗很多的慢性疾病，并且正在攻克像帕金森、阿尔兹海默这一类的我们叫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包括因为人工智能的活跃，我们开始讨论如何有更好的私人医生助理，如何能够把意识上云实现一个数字孪生等等，这些技术都开始纷至沓来了。我从来不太担心人类能不能实现上述的技术，包括这里面很多的技术都已经初见端倪。我只是担心我们会不会把今天的这些精准医学变成了精英医学。
从而让生命变得更加的不平等呢？以后有钱的人活200岁，没钱的人活20岁，什么逃出克隆岛、时间管理局等等，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些科幻电影，由于大家财富的不均衡而造成我们整个的生命不平等，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一个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为了面对我们未来的100岁人生，大家一定要牢牢地记住防大于治。那从历史上看，比如说天花，我们人类其实到今天也没有办法有效地去治愈天花。但是为什么全世界在1979年可以告别天花呢？就是因为我们大规模的这样的天花疫苗的接种最后都是在孟加拉、在巴基斯坦、在印度、在非洲，因为无国界医生的行动，使得天花疫苗在全世界各地大家都可以去接种了，所以人类就集体告别了天花。这很重要，我们不是会治了，而是我们集体就防住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我们把大规模的不管是基因检测或者是影像学筛查可以用在疾病的早期呢？我们就像核酸检测那个样子，我们去做比如说结直肠癌的防控、宫颈癌的防控，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治不好或治不起的遗传病或者是中晚期的恶性肿瘤，把它逐渐的告别在萌芽当中。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个问题。毕竟我们在预防上投入1块钱，是有可能在治疗上省下10块钱。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3句话。那第一句话叫做罕见病都是正常人生的。注意，我这里的正常人是打引号的。什么意思呢？你想一想，如果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他能够结婚并且拥有后代的几率是极小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罕见病的患者，他的父母可能都是我们看似的正常人。我之所以这么讲，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没有人在基因上是完美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携带了7到10个有害的基因突变。注意，你只是携带，你并没有发病。重要的是你的另一半，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老婆不能跟你在同一个基因上携带比如说相近的这个突变，那么你的这个后代就有非常高的概率会罹患罕见病。这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做好孕前、产前包括新生儿这个期间的一个基因的筛查。这是第一句话，就所谓的罕见病都是正常人生的。千万别觉得您的祖上8代都没有罕见病，你就忽视了我们对下一代的这个体检。第二句话跟每个人都相关，叫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只有突然发现的癌症。为什么我前面用的是肿瘤，后面用的是癌症呢？因为肿瘤分成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就等于癌症。有没有良性癌症？没有这个词。那什么是良性肿瘤？那脸上长一个痘也可以算是良性肿瘤。归根结底是在于我们要明白，从一个最开始的增生息肉，慢慢的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癌前病变和癌症，这个时间短的也要1年半载，长的要长达10几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靠谱的防癌的检测的方式用上，我们就可以使每一个人远离中晚期的肿瘤。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肿瘤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正常细胞的突变，所以你说有什么技术能让大家不得肿瘤或癌症，这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更早的去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肿瘤，只要发现的早，这个时候处理的方式就有很多种，包括他治疗的费用，包括这个病人他所有后期的生存质量，我们从卫生经济学来看是非常的合理和划算的。最后一个就是病因不明的时候，不要乱用抗生素。其实我相信在新冠疫情以后，大家都对我们的整个微生物感染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比如说去年有一段时间支原体闹得特别厉害，我们也知道了，如果被支原体感染，你吃头孢是没有用的，你应该吃什么？就算是盲吃，也应该去考虑阿奇霉素。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在于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感染都是细菌引起的，而抗生素只是针对于细菌，且不是所有的细菌都可以用同一种抗生素，抗生素也有自己的所谓的对症下药的这一部分，窄谱的或者是广谱的。所以我们未来想去研究精准治疗之前，必须考虑精准诊断。那这几个案例可能都是给我们人类如何面对100岁人生当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这些坎儿，为我们的精准医疗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撑。
你可能会问我，人类为什么会变老？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的细胞就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续，那不就可以不老了吗？比如说一个单细胞生物，它会老吗？一个大肠杆菌1变2、2变4、4变8，它老了吗？别忘了，人类是一个多细胞的系统，我们每一个人也有高达数十万亿个细胞，我们还真的就会老。但是这几年，科学家越来越多的开始去揭秘这些衰老的密码了。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个基本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就说老鼠吧，老鼠和人类的基因差不多，都是2万多个基因，而我们的基因组的总的代码量也差不多，都是大概50亿到60亿这个范围。但老鼠只能活2年，地上鼠啊，而人类是可以活过100岁的。你是说老鼠的细胞不行了吗？它只活了2年，它为什么就不行了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拥有同样程序代码量，我们拥有比较相近的基因，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寿命的状态，就告诉我们了，有可能衰老是软件而不是硬件决定的。也就是说，老鼠的基因当中的程序代码是告诉老鼠，你只能活2年，到那个点上，我就要让你进入到一个死亡的程序了。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我们是可以去干预我们人类衰老的这个生物钟的，反正就是调软件嘛。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阶段，限制我们的热量的摄入，包括实验动物当中，像线虫，包括老鼠，它的寿命会延长。也随着我们的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通过像一些雷帕霉素，包括司米格鲁肽等等，它们都是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基因进行对应的调节。整体来讲，我们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衰老主要是我们身体软件设计缺陷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理解这件事情，我其实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衰老是一个心理概念。只有你觉得你老了，你才真的老了，其实是你心老了，并不是你的头上有了这些白发，而是您的脑中开始不接受这些新的想法。随着我们人类寿命越来越长，我也在此呼吁，我们依然是应该多给年轻人机会。前不久我也看到了，我们科技部长讲到了，现在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应该能把现在非常多的科研经费给到35岁以下的群体。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历史上能够做出对科学重大突破性贡献、颠覆式理论创新的，绝大部分是什么岁数做出来的呢？差不多是25到40岁这一个范围。当然他们比如说获得诺奖，可能已经又经过几十年的一个证明，所以诺奖大概获奖者都是在60岁以上了，但是奖励的他是年轻时候的贡献。我们也是史无前例的面对可能4代人或5代人在一起共同的分享这个世界。我们半开玩笑的也会这么讲啊，世界是您的，也是我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属于那些身体好、活得久的。我们在这种寿命越来越长的同时，我们能不能更有机会让不同代际的人其乐融融，去焕发出我们人类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善良和美呢？我们能不能就像上一代把机会传给我们一样，我们能够把这些机会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呢？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来做这档节目的一个原因。其实每个人都是生命，然而我们好像对我们自身，包括我们周围，对生命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首先是不知道，也可能还会有些错误的认知。而我希望，其实如果说上个世纪是物理世纪的话，这个世纪一定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我是盼望着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我的同行们的共同努力，能够让生命科学去流行起来。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会从生命科学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生老病死，如何面对死亡，包括我们一些基本概念的厘清和认知，什么是基因，什么是遗传，什么是细胞，包括人的寿命为什么会延长。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许后面我还会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肿瘤和癌症，关于脑科学，关于复杂疾病等这些不同领域的内容。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生命科学、精准医学、生物技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庞杂的体系。我们毕竟不是再去高校授课，我们不可能以一个非常科班的方式来给大家去把这里边每一个概念都能阐述的非常的严谨和透彻。但是
我是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能把大家应该掌握这些科普的要点，跟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分享。而随着我们寿命的进一步延长，其实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面对死亡，我们对死亡的教育，我觉得应该是到了一个大家重新去正面的去正视它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人类应该如何去面对死亡。在《道德经》当中，我很喜欢这样2句话：和其光，同其尘。与光同尘，我心安宁。其实，死亡是生物的一种程序。当然，很多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其实在过去都觉得是人死为大。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忌讳谈论死亡。浅田次郎曾经讲过，死亡其实一点都不可怕。人们之所以会感到恐惧，是因为面对未知的事物，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每一个人都天然会对未知的事情感到恐惧。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弥留之际，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什么。不管我们是活80岁、100岁，或者我们今天挑战我们的生命极限，可能120岁或者更长，但生命终究不是永恒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进入倒计时。其实，在真正的终点来临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最后挣扎一次，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称为回光返照。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在下降，所以不管来自于哪一个组织或器官的这些求生的信号，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比如说电信号、磁信号、我们的激素信号，甚至是我们的量子的信号，它会不断的去传输到大脑，大脑就下达了最后一道指令，启动回光返照模式。从现在起，应该说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次闪光就开始了。这个最高的命令实际上是从我们大脑的皮质来发出的，然后我们的下丘脑先被激活，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一系列的后续的反应，包括垂体要紧急的响应，不断的向各个器官去释放各类应急的激素。比如说我们的肾上腺，它接收到了信号就会释放肾上腺素，肾上腺素一旦释放，就会激活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会收缩，我们的血压会升高。那这个时候，其实即使是我们每个人剩下最后那一点点的微弱的生命之光，在顷刻之间就仿佛被一种力量照亮了。我经常讲，如果我们在正常的死亡的情况下，大部分情况我们是不会有过多的痛苦的，因为死亡就是一种程序，我们的大脑也早早就为了这一刻做好了准备。我的父亲实际上有2次我们说这样的濒死体验，因为他在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有2次我们都给他送到了医院去急救去抢救，而他也都被抢救回来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的心里是经历了2次这种生死别离的一个过程。然而第2天，当我早晨再去看我的父亲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还真觉得是恍如隔世的。但是我父亲一直都是以一种非常淡定的笑容看着我说，没事儿，不管我今天在或者我不在，你不都还好好的在着吗？我的好多的血脉和文脉不都交给你以及你的后代了吗？在我父亲给我的这种达观的一种安慰的同时，其实我也印证了很多我曾经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关于濒死体验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过这个案例，就是我都会问我父亲，我说爸，在你即将过去的那一刻，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其实我爸2次给我的答案我都非常的，第一次我还是不太相信，但第2次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他跟我说，我其实都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大家可能猜不到，斯大林。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会看到斯大林呢？我的父亲是1941年出生的人，他在中国的东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共产国际斯大林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领袖，应该说也许还在他
孩提时期，那斯大林就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深深地嵌入到了他的大脑的应该说很深层次的一个点上。那在这个生死弥留之际，可能这一部分的记忆，不管是他当时的崇敬，还可能是他的一种恐惧，这个时候他都释放出来了。我问他：爸，你有看到我吗？他笑了笑说：那还真没有。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脑电、我们的脑磁，我们可以监测到大脑的一系列的信号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每一个人在弥留之际的大脑是很活跃的。有一些可能会像走马灯一样的回顾起自己的一生，有一些也会根据自己的信仰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其实比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更爱自己。前几年有这样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片，叫《寻梦环游记》，其实就是在以一个墨西哥亡灵节为背景的这样一个故事。它讲到了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祖先、我们的长辈，包括什么才叫真正的死亡。在《寻梦环游记》里面的死亡，一般说一个人会死2次，第一次是你的肉身已经没有了这种生命的体征，你肉体上离开了这个世界。但这个还不算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是这个地球上再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还记住你了。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一切，你的这些记忆，不管你曾经多么伟大，或者你曾经多么渺小，这些东西都没有痕迹了，那个才是真正的死亡。他讲你被彻底的遗忘了。我想，其实我们人类现在随着我们整个预期寿命的不断的延伸，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3代、4代，甚至5世同堂，而我们每一个人呢，也至少都会经历大概有3次的死亡的教育。第一次，我想就是在你幼年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您的一个长辈离世了。我们以前可能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今天可能是再高一层的曾外祖父母、曾祖父母等等，是这个样子。而第2次，实际上就是在中年的时候，你的至亲离世了。这一次，其实我也同样有感同身受，因为你知道他们离你是非常近的，你可能会觉得很不适应，因为他毕竟陪了你差不多都是30-40年的时间，甚至更长，为什么他会走呢？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开始会考虑，我自己的是不是也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而去。而第3次，实际上就是你的同龄人离世了，可能是你的小学同学离世了，可能是你的童年的，比如说我们的工友离世了。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我们也在一次一次的我们身边的挚爱亲朋离世的时候，那么你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心理行为都会映射到我们自己心中的每一个点上去。人有的时候往往是这个样子，在健康的时候呢，会怕死，但是有的时候在生不如死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求死。有时候想想，这也是一个蛮矛盾的。曾经有一个假说说的很有趣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越来越怕死，是不是因为我们越来越长寿了？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活得很幸福，而拒绝甚至不愿意去思考死亡呢？今天，中国的国人的人均需寿命已经达到了78.9岁，而1949年，大家猜一下，我们国人的预期寿命是多少？其实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还不到39岁，跟我们非常接近的，比如说日本，它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86岁。中国香港是全世界整个最长寿的城市，它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87岁。但是我想说，除了这些生命的长度，我们同样应该去在意的就是生命的广度、深度、温度，包括丰富度。也就是说，简单的一味的把这个时间延长，似乎并不能最大限度的去反映生命的意义。甘罗12为使臣这是一个我们古代的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段故事。那这句话，我想很多人会知道，所谓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
我们把每一天都很努力的活着，那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生的意义就足以去弥补我们在死的时候的很多的缺憾。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岁月不饶人，我亦不曾饶过岁月。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在我们健康生活的每一天都要活得热气腾腾。你知道，在我们今天的医疗界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相当比例的国人的医疗花费，它其实是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怪圈，就是我们一个人一辈子的医疗花费，它的80%甚至更多的钱都花在了最后8个月。大家没有在自己健康的时候更多的去做好体检，做好保健，为自己能够多活一点，提高质量，提高长度，提高这种丰富度，大家更多的付出，反而是在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享受生活的时候，简单的为了延长生命的长度而做出了很多无奈的选择。所以我们常说，如果平时不保健，那临终则亦欠债。防大于治，我想依然是今天，特别是在面对一个长寿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该选择的最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我在看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叫《死亡诗社》的时候，有一段非常这种高燃的情节。这些所有的学生都站在了桌子上，那么当时有一句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话外提示：我不要等我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自己没活过。张克家曾经写过，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是一个做生命科学的，我知道所有的物种其实我们都是一组代码。人类的这组代码，它不光涌现出了爱，它还有一个其他物种都不可比拟的，就是它的神经元是可以重塑的。人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往往在老的时候，已经做不动事情的时候，才会明白我原来会很遗憾我没做过什么。在2018年，我的妈妈应该是这辈子对我最贴心最好的人，但是在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安详离世。爸爸通知我的时候就是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说妈妈睡了个午觉，然后就过去了。因为我当时刚好是有一个时差，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凌晨的时间，所以开始接触到这个时候，因为这是我身边走的第一个，应该说是血亲吧，所以还挺难接受。我当时就买了航班，在我坐回国飞机的时候，我就开始翻妈妈和我这一生我们俩的这些缘分，一起做过些什么。翻着翻着，尽管我当时觉得现实还有一些虚幻，然而我应该的嘴角已经泛起了微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翻到了都是我跟我妈妈在各个地方旅游的这些场景。我妈妈是一个满族人，1945年也是出生在辽宁的丹东。在60岁以前，她几乎没有进过山海关。60岁以后，她也退休了，身体还不错，我也工作了，我可以挣钱。于是我每一年都会给她安排一个很有趣的出游计划，因为她很喜欢爬山，身体也很好，所以他就一个人可以背一个几十斤的登山包，就游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几乎把所有的五 A 级景点都让他跑了一遍。而我也经常会创造一些小小的这样的惊喜，会在他去某一个景点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提前去等他。所以我翻着我们一起上过峨眉，一起爬过泰山，去过太多太多这样的地方，包括后面我还赞助他去了像东南亚、像日本。所以即使到今天，我也会偶尔在梦中想起他。但是让我最最心安的就是在于，其实我支持他去完成了他想去看看天下的这一个梦想。世界那么大，总该去看看。所以当我看着这一张张照片的时候，当时的这些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我妈妈的这些音容笑貌，如今还会非常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尽管没有在我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守护在她的病榻前，
或者说他其实并没有在医院里，他就是在我的家里。然而，我并没有感到很多的愧疚。毕竟，在我妈妈还能够去很好的享受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儿子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讲，生前当尽孝，而不是死后去乱烧纸。如果活着的时候，您都不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意，尤其是不孝顺，你又有什么资格，好像在葬礼上一定要哭的哭天抢地，或者是每一年清明节我要烧上多少的纸，这些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今年呢，刚好是金庸先生金老爷子，算是他诞辰的100周年。我其实在读他的《射雕3部曲》的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有一段对我印象是非常深的。当金毛狮王谢逊被囚在了少林寺里面，大家讨论所谓到底能不能超度，张无忌就问了少林寺的几个高僧，说当年我的义父确实是不管是失心疯还是被成昆所害，他杀了不少的武林同道啊。那如今大家对他们超度，这些人在九泉下或真有知吗？这些高僧的回答其实当时对我印象很深。他的大意是，幽冥之事实所难言，我们超度的乃是活人。换言之，如果在活着的时候，你已经为你的生命，为你周围的生命做出了更多的努力，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岁月如何荏苒，文化如何变迁，我们始终，我们的心应该就是安宁。在这里我也想讨论一下我们未来的殡葬业。其实殡葬业在各个国家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中国人似乎是很忌讳，比如说棺材呀、坟呐，大家听到这个问题都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一些鬼狐仙怪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去过西方，你会发现西方非常多的墓地它就在家里。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搞成了一个盗墓笔记，他忽略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文脉就是该放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去统一传承的。而今天呢，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现实问题，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离开了人世以后，我们不能土葬，所以这也诞生了当下最贵的房地产行业，就是我们的所谓买一个这个公墓，只有20年的产权，如果你算一下，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有的时候去想一想，我们的确要有一个地方去寄托哀思。然而，今天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那么我们是到底继续把大家烧成骨灰，存一份无极钙呢，还是应该把大家的，比如说这些细胞存下来，我们把这些基因 DNA 能够存下来，而按照有机碳的方式把它存储下来呢？或许我的亲人已经离我而去了，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一起共享的那个血脉，那些细胞，我们可以以一种永生化的方式把它冻在液氮里面，而给这个家族留一个长久的希望呢？也许过了100年，在我们的后代想看一看之前的，比如说这位长辈的全基因组信息，去看一看哪些基因又隔了几代传下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留了这样的一个无限想象的空间呢？所以实际上我们人类对于这种先祖的怀念，也不应该就是非常简单的，大家好像就是去墓碑前扫扫墓、烧烧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可以给岁月以文明的事情，在这个我们关于死亡、面对我们离世的亲人的时候，应该做一些更有科技含量的事呢？所以，不管是入土为安，还是魂归大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家族，都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先辈们能够非常安宁的。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祭奠这些先辈的时候，让我们的孝道可以不断的向下去传承，让我们的后代也能够像我们的这些前辈一样，不断的去延续着
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甚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的生存和繁衍的方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百善孝为先的文化能够长久的在我们的神州大地去延续下去。当然，如果再往下讲，我们就一定会讨论，如果我们的寿命进一步延长，那么是不是就会有些人开始去思考永生了，甚至想到他永远不死了。首先我要说啊，永生自古以来它就是少数人的一个妄想，我个人是反对所谓的永生的。大家思考一下，如果没有死亡，那么每一个出生都必然是一个悲剧，因为你会阻止这些新生一个事物的降生的。死亡是一种程序，一种最公平的程序。不管你有多么的雄才大略，或者多么的悲如尘土，你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类就是通过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的后浪推着前浪，人类的历史就滚滚向前了。所以今天，尽管我们掌握了大量的关于生命科学、精准医学、生物技术、数字化技术，太多的东西了，但是对长生不老，我依然是持否定态度。我所致力的，其实是每一个人健康的长命百岁。人类归根结底是以群体，而并非个体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延续的。我们看一看这几位已经逝去的人，比如说屈原，比如说李白，比如说苏东坡，大家觉得他们真的走了吗？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许也不曾想过，居然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所谓曲屏慈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当西北流。斯人已逝，文脉永生。当我看到《长安三万里》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当李白最后的那一刻去高声的吟诵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其实一个人在最后一排泪流满面。我知道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民族的这些文脉，这些魂，他们一直都在。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叔孙豹早就告诉我们了，如果一个人能为你所在的民族，能为你所在的国家留下那么只言片语，我想这就是对你最大的一种慰藉。罗素在我的信仰里面说过，如果我们不害怕死亡，我相信永生的思想绝不会产生。我曾经讲了一个段子去劝我的有一些富贵的朋友们，他们想活个200岁、300岁，甚至讨论能不能永生。我说你千万不要想着永生。他问我为什么？当然，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极端是柳叶刀在前2年发表了一篇大规模的关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比如说人在弥留之际拼命的抢救呢，还是让大家能够，我们过去叫临终关怀，今天叫安宁疗护，包括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呢？它里面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在于每一年都有数百万人在死前遭受到了过度的医疗，经历了不必要的痛苦，可能最后延长个10天半个月，然而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尊严了，还可能欠下高昂的医疗负担。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呢，有的时候也确实有它不好的一面，它可能会助长了我们人类可以打败死亡的这样的一些想法，从而在我们的生命的终末期，我们对医学的干预过度依赖，我们把这种死亡和临终的关怀变得过度的医疗化，而且从文化的角度上，也让大家进一步的去避讳和感到恐惧。我想这个现象，我相信也会随着我们对死亡这个问题的深入认知而逐渐有所更多的理解和改变的。
不妨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去体面的与世界告别？或者说，我们应该对这些即将逝去的生命给他们更好的尊重，而不是说再让他们经受很多这些不必要的痛苦。尼采在《敌基督者》当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身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我的时代还未到来，有些人死后方生。我之所以引这一段，是告诉大家，其实每一个人真正面对死亡的最正确态度，就是热气腾腾的、认真的、用力的去过好每一天。而当死亡这个程序终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坦然面对。我们知道，我们势必会给下一代去腾出生态位，就像上一代给我们腾出生态位那个样子。而人类的轨迹也必将从地球走向太空。我们要为了我们去成为多行星物种而不懈的努力。所以，认知生命科学重点是认知什么？我想，如果我们探索自然的宏伟，我们就会感受到人类的卑微；如果我们去了解造物的神奇，我们就会认知众生的平等，进而您一定会有悲天悯人的共情，超脱生死的达观。我们一定会在见天地、见众生当中，逐渐的去悟自己。我本山川，即命草木，与光同尘，唯爱常在。或许我们的肉体不能穿越100年，然而我希望人类的精神、人类的伦理、人类的悲悯、人类的爱，应当以一种不可磨灭的方式，在这个宇宙中永续。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防大于治。因为我们大规模的天花疫苗的接种，所以人类就集体告别天花。同样的，如果基因检测或者是影像学筛查可以用在疾病早期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治不好或治不起的遗传病，或者是中晚期的危重肿瘤，逐渐的告别在萌芽当中。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只有突然发现的癌症。大家好，我是尹烨啊，我今年已经45岁了。当然，我们今天的寿命大幅度延长了，所以45岁还很年轻。可如果你要是在比如说唐朝或者是汉朝，45岁的时候，可能大概率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活1个世纪，就都是要面对一个100岁人生，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怎么确定一个人的年龄？如果你不给我您的出生证明，比如说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是身份证，就让我比如说用您的血液或者是其他的指标，包括看你的骨龄，我能准确的测出您的年龄吗？成人以后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包括骨龄，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的。也就是说，全世界其实你想有这种身份证系统，也就是几百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太多的准确的预测，比如说超过100岁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检测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年龄和我们的生理年龄是不一致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就说抽血吧，抽血里面有一个指标是可以看我们所谓的生物学年龄的。我们可以通过表观遗传学去看我们血液当中一个叫甲基化程度的指标，但是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下抽血，您猜猜这个之间的误差有多大呢？正负可以3年，甚至在极端的条件下，正负可以达到7年的时间。换言之，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睡得好睡不好，我抽你那个血，最后得到的结论大概都是不一样的。再往细了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所有的器官的年龄也都是不一致的。比如说，很多人特别觉得自己的胃口好，他的消化功能特别好。但我们做了一些科研，很有趣的发现，如果你的消化功能特别好，您的肝脏可能就负担会重一些。所以肠子年轻，肝脏会变老。为什么？因为你吃下去的东西很多要依靠这些肝脏去排毒解毒。所以要好好爱惜你的身体，包括身体的每一个部件，不要特别的偏科。就算今天胃口特别好，吃7分饱，其实对各个器官反而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